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？焚的是哪些书？坑的又是些什么人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始皇焚书坑儒。在郡县制实行的8年之后，也就是公元前213年，这一年秦始皇46岁，他在咸阳宫举行了盛大的宫廷酒会，邀请了70位博士参加。博士是秦朝的一种官职。然而在宴会上，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到底哪个好，又发生了一场争论。起先是仆射周清晨对秦始皇大加颂扬，秦始皇很高兴。紧接着，公子扶苏的老师，原来齐国的大儒淳于越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，商朝和周朝之所以能够传承1000年，就是因为采取了分封制，将大量的子弟、贵族、功臣分封为诸侯，共同辅佐王室。现如今，陛下虽然拥有天下，但子弟却没有尺寸之地。万一出现了像3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这样的事情，该怎么办呢？我就没有听说过处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治久安的。刚才周清晨还当面奉承陛下，来加重陛下的过失，不是忠臣所为。丞相李斯则反驳说，就算是武帝时期的制度，也不是完全相同的，时代不同，治国方法就要有所不同。如今天下已经安定，法令就应该由陛下决定，百姓就努力耕种，读书人就好好学习法令。然而现在的读书人不学当今，而效法古人，以此来否定当今，祸乱民众。听到皇帝的诏命就议论纷纷，如果这种局面不禁止，那么军威就会从上往下降，朋党也会在下边形成。于是他恳请皇帝下令，除了秦国史官写的秦记之外，其他各国的史书全部烧毁。不是博士官职务所需要的民间的诗书、诸子百家的著作，全部送到当地官府烧毁。有敢相互谈论《诗经》或《书经》的，立即处决并暴尸于众；有敢以古非今的，与其亲属一起处死。官吏要是知情不报的，同罪处罚。颁布命令后的30天之内，没有按照规定焚书的，处以情刑，发配边关，夜驻长城，骤侦敌情。但是关于医药、占卜、农学的书不用销毁。如果有想学法令的，只能以官吏为老师。之后，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，下令开始焚书。于是，全国各地都点燃起了焚书之火，焚烧那些刻写在木简和竹简上的古代书籍，使中国的文化事业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浩劫。这就是焚书的过程。那么，坑儒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秦始皇在晚年的时候迷恋上了长生不老。他听说海上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3岛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那里有不死之药，服用后就可以长生不老。于是卢生、韩忠、徐福、侯生等这些方士就得到了秦始皇的资助，去寻找仙药。然而就在焚书的第2年，卢生和侯生在一起商议，说皇帝要的长生不老药，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找到，如果还是找不到的话，皇帝肯定要处罚我们。而且他们还议论秦始皇，说他天性暴戾，刚愎自用，统一天下后就志得意满，为所欲为，乐于用刑罚杀戮来建立威严，天下人害怕触犯法网，都小心谨慎，不敢尽忠直言。于是皇帝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一天比一天骄狂。天下之事无论大小，都要由皇帝来决定，以至于他每天阅读的文书要用秤称出120斤，批阅不完不休息。贪婪权势到了如此地步，我们不应该再为他寻找仙药了。于是2人就携款潜逃了。但是他们所谈论的事情很快就被人汇报给了秦始皇。秦始皇听后非常震怒，下令彻查此事。紧接着就在京城开始大搜捕。通过审讯以及被抓的人相互揭发，共有460多名方士参与了这件事情。最终这些人全部被活埋，以昭示天下，惩戒后人。这就是所谓的坑儒。然而事实上坑的并不是儒，而是方士。在秦始皇下令坑儒的时候，长子扶苏上书劝谏，秦始皇颇为不满，并把他发配到了边疆，让去蒙恬的长城兵团里做监军。然而谁能料想到，扶苏此去却再也没能回来。焚书坑儒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强化统治、统一思想的作用，但这也成为了秦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为什么要给秦国修一条灌溉水渠呢？耗费10年、数十万民夫修建的郑国渠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？它在哪里？对秦国又有什么影响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郑国渠。讲郑国渠之前，要先提一个人，就是李斯。李斯是楚国上蔡人，他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，后来拜荀子为师。荀子的思想接近语法家的主张，也是研究治理国家的学问。学成之后，他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，决定到秦国去寻求机会。他到秦国后，很快就得到了秦相吕不韦的器重，当上了秦国的小官，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。有一天，他对秦王说：“现在秦国强大，大王贤德，消灭6国就如同扫除灶台上的灰尘那么容易。而现在就是完成帝王之业，统一天下最好的时机，千万不能错过。”李斯还奉劝秦王，应该派人拿着金钱和宝物，到各国去收买、贿赂、离间6国的君臣。后来证明，这招果然有效，李斯被封为客卿。对于6国，李斯提出应该先灭韩国，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。公元前246年，正当秦王计划要攻灭韩国的时候，韩桓王在走投无路之下，采取了疲秦的策略。他将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派到秦国成为细作，让他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之间穿凿一条大型的灌溉水渠。表面上是为了发展秦国的农业，其真实目的则是要耗竭秦国的实力，又使秦国把人力和物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，这样秦国就无力进行东伐，韩国就有了喘息的机会。秦王嬴政采纳了郑国的建议，立即征调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兴修大型灌溉渠，由郑国主持。可正在施工的时候，韩国派间谍疲秦的阴谋败露了。秦王大怒，要杀了郑国。郑国不卑不亢地对秦王说：“当初的确是韩王派我来当细作的，但是如果水渠能够修成，对于韩国来说，只不过是多延缓了几年的寿命，而对于秦国，那可是建立了万世之功啊。”秦王听后觉得深以为然，决定支持郑国，就让他继续主持修建水渠。可后来，东方各国也都纷纷地效仿韩国，派细作到秦国来做客卿。大臣们就对秦王说：“其他国家过来的人，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到秦国来搞破坏的，恳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。”于是秦王就下了逐客令，包括李斯在内的其他6国人都要被驱逐出境。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，劝谏秦王，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。他说：“秦穆公求贤人，从西戎请来由于，从楚国请来百里奚，从宋国迎来简书，从晋国迎来丕宝和公孙支。因为任用了他们，使秦国能兼并20国，称霸西戎。秦孝公重用魏国来的商鞅，实行变法，使秦国富强，打败了楚国和魏国，扩地千里。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，打破了6国的合纵抗秦，迫使各国臣服于秦国。秦昭襄王得到范雎，削弱了贵戚力量，加强了王权，蚕食诸侯，使秦国成就帝业。这4代秦王都任用客卿，他们对秦国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如果这4位君王也下逐客令，秦国就没有富丽之实，也没有强大之名。秦王嬴政明辨是非，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，立即取消了逐客令，并重用李斯，封他为廷尉。再来看郑国修的灌溉渠，渭河从关中平原穿过，注入黄河。泾河流经今天的长武、滨州、泾阳，在高陵的陈家滩注入渭河。由于泾河在汛期时含泥沙量大，河水变得浑浊，在注入渭河时，2道河水一清一浊，色泽界限鲜明，因此泾渭分明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。在泾河和洛河之间是东西数百里、南北数十里的平原，而这片平原却是泽鲁之地，无法耕种。郑国就是要从泾河引一条渠流经这片区域，注入到洛河。这里西北高，东南低，郑国就充分利用了这个地形，修一条干渠。干渠东起中山，西到户口，中山和户口后来分别称为众山和谷口，都在金阳县西北，隔着泾水，东西相望。干渠沿着北面山脚向东伸展，
自然的江干渠分布在了灌溉区的最高地带。郑国又在谷口修建实验坝，抬高水位，拦截泾水入渠。这不仅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，而且还能形成自流灌溉系统。渠的主干线沿北山南路自西向东伸展，流经今天的泾阳、三原、富平、蒲城等县，最后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。干渠总长近300华里，沿途又拦腰截断了沿山的河流，将野水、清水、浊水、石川水等收入渠中，以加大水量。在关中平原北部构成了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，使高旱缺雨的关中平原得到了灌溉。郑国渠修成后，极大地改变了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面貌，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，增加了土质肥力，将泽鲁之地变成了良田，农业迅速地发达了起来。据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载，郑国渠修成后，将之前的泽鲁之地变为耕地达4万公顷，换算成今天的亩数是110万亩。每一亩能收粮食达1中，换算成今天的公斤数是每亩100公斤，比其他地区的土地提升了6倍之多，使关中变成了沃野之地。而韩国疲信自保的阴谋却适得其反。这项巨大的灌溉工程浇灌出了秦国的万顷良田，还把盐碱地变成了沃土，在农田灌溉技术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，也为秦国灭韩以及灭其他5国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保障。为了肯定郑国的功绩，水渠修成后，秦王嬴政就将水渠以郑国的名字命名，称为郑国渠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